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随着央视六公主的一锤定音，纠缠王一博的文盲网暴尘埃落定。黑子甚嚣尘上，但最终铩羽而归，落得一地鸡毛，两手空空，三餐不宁，四季糟心。对于从网暴开始就为王一博撰文，希冀喵猪的小小荧光，哪怕给王一博稀释一点点黑暗的基层小粉丝一枚，心底里的喜悦自是难以言表。所以，就请允许喵猪用心气急的名句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作为本节题目，而解析一下从始至终不发一语的王一博，为何能够安然驶过文盲泥沼，而行稳致远呢？意识力，这是实力称王的时代，是能力至上者的乐园。人们务实的意识越强，就越认可强者。别人是歌影视3期明星，而王一博是歌影视5多期明星，涉猎领域之多，成就之卓，有目共睹。强悍的实力造就强悍的影响力，4000万毒粉傍身，又让王一博建构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，40多个代言，其中不乏高奢。在打造自己商业价值的同时，王一博的社会价值更是不遑多让，20多个形象大使，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，属实配得上那句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。自身能力卓绝，商业价值卓越，社会价值卓著，这样的实力，往哪里一戳，都是一块明晃晃的招牌，即使不发一语，谁又能忽略王一博的存在呢？2品质，几乎所有和王一博合作的导演，溢美之词不胜枚举，谦逊、向上、刻苦、求真、执着，但于喵猪而言，这些毕竟无法亲见，不排除互吹彩虹屁的可能。但几个和演艺无关的小事，却真切的让喵猪肯定，那些大导的赞誉非虚。第一件，王一博驰援河南，坐在一艘飘飘荡荡的小船上，向被困群众投放方便面。一袋方便面掉入手中，王一博丝毫没有犹豫，淌着浑浊的河水就过去捡。第二件，王一博带着一个小孩做节目，孩子碗里剩了口面条，王一博直接就给扒拉吃了。第三件，和别人比赛，看谁吃的小饼干多。王一博手里一块饼干掉舞台上了，直接趴地上用嘴叼起饼干吞下去。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事，那一刻，你从王一博那些下意识的反应里，根本看不到一个倨傲的大明星的架子，反而就是一个真诚质朴的邻家大男孩，身居宫阙，却心怀赤子。这样的人，不管泼向他的水有多脏，又怎能改变其如水晶般澄澈清明的品质呢？3无感，王一博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过，他的自创鸽子无感，有一天会代表一种积极向上的公众意识，一种返璞归真与世界和解的人生良药。我们只是看到王一博的被讥讽污蔑，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又哪里躲得开这些龌龊的影子呢？是愤然反击，然后在无谓的对峙中消耗自己宝贵的时间，还是忍辱含垢，然后在自轻自贱中凋零自己至真的生命？王一博给出了我们全新的解答：无感。任尔东西南北，我自岿然不动。这样的清醒通透，仿佛是一个智者经历岁月沉淀，时光打磨后形成的璀璨的思想结晶，而一语点醒还在俗世里挣扎的芸芸众生。当所有心怀梦想者为理想打拼的时候，谁又会在乎几声文明，几声盈语？
这就让黑水失去了泛滥的河床，上下同欲者胜。孙武的这句话可以聊作解释。4法治，娱乐圈的清朗行动，再加之王一博几次告黑胜诉，让黑子们也渐渐意识到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。所以，为求自保，黑子们无奈只好降低黑的门槛和段位，在一堆地摊货的所谓的黑料中淘淘挖挖，而不敢太过明目张胆的上纲上线的造谣污蔑。所以，一面贼心不死，一面又战战兢兢，这就导致黑子们的战斗力大大缩水，达到战五渣的水准。这样的一伙乌合之众，除了能恶心人，还能掀得起什么大风大浪？所以，王一博的不战而屈人之兵，究其实质，无非4字：自尊自爱。丢弃这4个字的黑子们，活得猥琐无望；而拥有这4个字的王一博，则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向上。毕竟屠格涅夫早就说过，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，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。沸沸扬扬了大半年的街舞队长终于尘埃落定，乐华一哥韩庚、低音炮型男李承铉和开创街舞先河的首位女队长刘雨欣，以及酷盖王一博。对于王一博的重披战袍，评论呈两极化态势。一方面万众期待，毕竟有王一博的舞台才是完美的街舞，有王一博舞动的夏天才是真正炽烈的季节。另一方面则满是不解甚至诋毁，毕竟2届冠军加持在身，这时候再重现竞技场，如果输了，先期的荣耀功亏一篑；如果赢了，又难免有堵塞新人进阶之嫌，照样得不偿失。也就是王一博无论输与赢，都将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。王一博无疑是位纯度100%的理想主义者。这使得他无论对人还是待事，眼里心里都只有自己的理想，而全然看不到其他。就像为了实现支援家乡的理想，他可以放下一切，甘心坐在一艘晃晃悠悠的小船上，搬运物质，涉水救人。而对于铺天盖地的作秀说占用公共资源等等指责与谩骂，连眼角都不带烧一下。就像为了兑现家国情怀的理想，他连夜解约耐克，成为合约期解约第1人，第2天直接脱鞋示人，毫不拖泥带水，面对巨额的赔偿金，云淡风轻而过。就像他无数次让人大跌眼镜的博言博语，那背后何尝不是他一次又一次对理想的执着与坚守？这样的一个人，如果他的心里只有那火烈的舞台，吵吵嚷嚷叽叽喳喳对他又能撼动分毫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